紧接着，萧炎就对着下方的万兽之源内暴掠而下，不到片刻的时间，犹如绚丽的晶体冲入了万兽之源中。很快，萧炎的身影便是消失在了祖龙族众神兽的目光之中。然而，他们的脸上也浮现出了一道道担忧之色以及凝重之色。他们深知这万兽之源中的神火本源极其的恐怖强大，他们也尝试过诸多的方法，依旧无法解决神火吞噬兽心本源的局面。所以，就算萧炎进去了，他们也同样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虽然刚刚萧炎说有3成，就算是5成，也同样是微乎其微，因为这难道实在太大了。萧炎小兄弟，希望你能够顺利的收复神火。大神斩的目光则是紧紧地盯着下方的万兽之源，没有移开过一丝方位，因为他们也必须全神贯注，将神之感应施展到极致，为的就是到时候如有突发的变故，好在第一时间接应萧炎。此时，萧炎冲入万兽之源内，这里有着极其磅礴金色的能量，不断的弥漫其中。在萧炎那神境灵魂力量的探测下，很显然，这金色的能量就是兽心本源。虽然依旧是磅礴无比，可是再过个几十年的时间，必定会被那狠的黄色炙热的神火本源彻底的焚烧殆尽。因为就算是萧炎有着地炎和幻虚的护体，竟然都感受到了一股无比炙热的火属性能量。如果没有这2道火焰加持护身的话，怕是那些对火焰造诣极深的修炼者，也都会被这里的神火能量焚烧殆尽。好恐怖的火属性本源，这就是3昧神火的力量吗？萧炎悬浮在万兽之源的空中，感受着自己皮肤上传来的焚烧感，就知道3昧神火本源的可怕之处。小家伙，这3昧神火排名第6，虽然被分裂出来一部分火神本源，可它毕竟是神物神火，还是要小心一些。冯老的声音立即传出，提醒着萧炎。闻言也是将神境灵魂的力量提到极致，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这里的神火本源吞噬，那么到时候就前功尽弃了。在萧炎神境灵魂的探查下，最终锁定了最深处，然后便是缓缓地朝着中心走去。这万兽之源内的空间也是极其的庞大，而且在那深处才是兽心本源和神火本源的所在之地。这里的神火本源还只是散发出来的一部分而已。这么想着的时候，也同时让萧炎的内心更加的波涛汹涌起来。外围就如此可怕的炙热焚烧能量，如此进入那深处，怕是温度也会更加的升高。不过这对于萧炎来说，就算前方的路再艰难，萧炎也必须走过这一关。如果连这一关都过不去的话，更不要说解决那天神山之仇了。听天由命吧。萧炎暗自一声决定好之后，将地炎和幻虚2道火焰的力量也拉升到极致，这样使得萧炎身上的炫白色火之铠甲变得更加的厚实坚固，然后便是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这巨大无比的万兽之源的最深处暴掠而去。一路上，萧炎看见这里的神火能量基本都已经吞噬了兽心本源，使得神火的能量也越来越强大。不知道过了多久，萧炎身上的火之铠甲竟是发出嗤嗤嗤的作响声，并且有着一丝消融的迹象。这一幕顿时让萧炎大惊失色，难道说连地炎和幻虚2道火焰的加持护体也无法抵御3昧神火的炙热能量不成？这里的空间温度好可怕，难道连地炎和幻虚都坚持不了多久了吗？萧炎暗自不好的喃喃道。随着越来越深处时，火之铠甲的嗤嗤作响声更加的明显，而且一股可怕的火属性能量竟是穿透火之铠甲，直接接触在了萧炎的皮肤上。这仅仅只是一丝丝的神火本源，竟然就让萧炎的皮肤瞬间被焚烧得无比痛苦起来。这神火这么厉害吗？竟然能够穿透地炎和幻虚所凝聚的铠甲防御。萧炎立马催动体内的序列神力，将这一丝的神火本源抵抗而下。不过就算是萧炎全力催动序列神力，似乎也无法抵御这一丝神火的本源冲击，瞬间冲破了萧炎的防御，直接入侵到了萧炎的体内。一股无比霸道的火焰能量直接在萧炎的体内焚烧起来，顿时间萧炎就感觉到体内的5脏6腑正在快速的枯竭。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令得萧炎的脑袋有些放空，还没做出什么反应，见情况不妙，冯老的声音急促地传入萧炎的脑海中：小家伙，快点催动焚诀功法。一股无比痛苦的感觉已经冲刷着萧炎的整个身躯，仅仅只是一丝神火本源，就让得萧炎如此的崩溃。不过萧炎也是听从了冯老的提醒，立马在关键时刻将体内的焚诀功法施展而出。随着焚诀功法的施展，一股金色的能量也开始从丹田处位中心朝着四周不断的弥漫而去。这就是奇特的焚诀之力。有了焚诀之力的输出，刚刚那原本已经枯萎的5脏6腑仿佛是得到了重新赋予的生命力一般，开始缓缓的恢复。而那一丝的神火本源也在这一刻瞬间被焚诀之力彻底的给吞噬殆尽，刚刚那痛苦的焚烧之感也顿时间消失不见。冯老，刚才多谢你提醒。见到化解了危机后，萧炎便立马对着冯老感谢道，而后者也是再度出声：小家伙，还是小心一些吧，这3昧神火很强大，并且又吸收了兽心本源，其力量更是提升了许多，不然怎么会直接穿透你地炎和幻虚2道火焰的屏障？萧炎点点头，然后再度朝着万兽之源的深处掠去。有了前车之鉴，萧炎在这后面的一路上直接运转着焚诀之力，才得以瞬间的来到了深处的核心之地。那是萧炎震惊的出声，目光望着不远处，那里有一座巨大的石台，石台上还刻画着复杂的符文，
然后石台上悬浮着一颗巨型的金色球体，金色球体的周围散发出金色的能量，那股能量比起外围更加的粘稠雄厚，看样子这就是寿星本源的真面目了。下一刻，萧炎的神境灵魂便是对着金色球体传荡而去，在灵魂力量接触到那金色球体的瞬间，萧炎的灵魂识海竟是掀起了一层万丈高大的巨浪，踏打在那识海的薄膜上。没想到连神境灵魂都发出如此激烈的反应，难怪当初祖龙族的大神斩要自己的灵魂突破神境，看来这就是真相了。要是主境灵魂去接触那金色球体，不出意外的话，灵魂将会被寿星本源反噬重创。虽然说神境灵魂抵御住了寿星本源的冲击，可是至少也抵御住了这股强大能量攻势。好险！萧炎暗自道，然后用手擦拭了一下自己额头上冒出来的冷汗。不过萧炎发现，这巨大的金色球体上，除了金色本源，还有着隐隐约约的黄色本源，并且极其的炙热，想必应该就是三昧神火在吞噬金色球体上的寿星本源，来提升自己的力量，一举冲击破开神法封印。这想都不用想，应该就是三昧神火。没想到这三昧神火如此的可怕，神境灵魂的力量在探查了金色球体后，发现那三昧神火的真正本源就在这金色球体之中，真是好手段，竟然直接侵占兽心，以达到更好吞噬的效果。萧炎也被这道三昧神火的灵智所震撼，神火不愧是神物，有着比人类一样的灵智。不过既然神火本源就在这兽心内，那么自己就只能进去将其收服了。萧炎心念一动，便是直接冲进了金色球体之中，这里的温度更是达到一个可怕的临界点，这里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特殊空间，任何事物进来，此处都会被这里的极度高温给吞噬消融。但是萧炎可寻常人，此次在焚诀功法的催动下，配合地炎以及幻虚2道火焰的护体，就算这里温度再高，也能维持一段时间。虽然只能维持一段时间，但对于萧炎来说，应该也是足够了。有了焚诀之力，这空间内的高温也是没有多大的影响。萧炎开始用神境灵魂锁定神火本源的潜藏之处，在经过片刻之后，神境灵魂的力量已经笼罩了整个这里的空间。这时萧炎的嘴角微微一动，似是已经发现了神火本源所在之的三昧神火。既然你吸收了兽星本源这么久，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吸收你的所有本源吧。萧炎双眸猛地张开，然后催动神力，直接对着一处区域急速掠去。这特殊空间的深处，这里竟是被无尽的黄色火焰弥漫，简直就是无比可怕的火莲。而火海之中有着一座1米宽大的黄色火莲花，此朵黄色火莲花无比的晶莹剔透，每一朵的花瓣内所蕴含的火属性能量，更是有着可以吞噬一切万物之能。比起在纪元遗迹时所遇见的幻虚火莲花，这黄色的火莲花更加的神圣与可怕。这还仅仅是三昧神火分裂出来的神火本源，如果是完整的三昧神火，怕是仅仅只要一朵花瓣就能够重创如今的萧炎，甚至还能够将其彻底的吞噬抹杀。看到黄色火海中心的那1米宽大的黄色火莲花后，萧炎忍不住的咽了咽一口唾沫，脸上早已经露出一抹渴望之色。对于神火本源的强大，萧炎早已经垂涎无比了。然而还没等萧炎发动攻击，这里的黄色火海竟是顿时间波涛汹涌而起，万丈高大的火浪开始朝着萧炎这边滚滚涌来。见状，萧炎也是双眼一凝，因为一旦被这些火浪吞噬进去，无论是什么东西都会瞬间被焚烧殆尽，所以就连萧炎有着地炎和幻虚2道神火的加持护体，也感到了一丝丝危险之气。萧炎刚欲催动神力，想要避开这巨大的火浪时，那火海之中的黄色火莲花竟然飞出一道花瓣，瞬间洞穿这里的火海空间。一眨眼的功夫，竟然穿透了萧炎的身躯，不过却没有出现被焚烧的迹象，而是萧炎此刻被一股极其强大的吸力给笼罩而下。还没等萧炎有什么反应，这股极其强大的吸力竟然是直接将萧炎的身躯朝着黄色火莲花吸去。萧炎无论如何反抗，都无法挣脱这股吸力的束缚，一时间连带自己直接被拉入了黄色火莲花之中。这里的空间有些奇特，可以知晓的是，这里的空间则是呈现火莲花的结构，而萧炎此刻也感觉到了这里面才是神火本源的真正潜藏之地，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对方要将自己拉入这里。难道说这道神火生怕萧炎找不到正确的位置不成？想到这里，萧炎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不该高兴。高兴的是自己已经找到神火本源的真正潜藏的，不该高兴的则是这里的神火本源令得萧炎都感到了一丝不妙。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被这里的神火本源吞噬，身体和灵魂都将会被焚烧殆尽。几乎萧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极其绝望之地了。但是萧炎想着，既然神火将自己拉入这里，想必肯定有着什么打算。既然对方还不现身，萧炎就准备先出手。旋即，萧炎的双手之上出现了一道绚丽之火和白色火焰，然后将神境灵魂催动到极致，将2道火焰的能量达到一个平衡点上时，直接是双手往内一压，然后2道不同的火焰开始以惊人的速度融合起来。或许是因为灵魂力量的强大，萧炎以最快的时间内完成了2道不同火焰的融合。随着融合成功，一道极其可怕的炫白色火莲则是浮现在萧炎的身前。绚丽火莲开始缓缓地旋转着，其上所散发出来的力量足以排山倒海，震慑天地。一道炙热的温度瞬间弥漫在这奇异的空间之中，那散发出的毁灭气息更是恐怖无比，让你尝一尝地炎与幻虚融合后的强大力量。神怒火莲，
下一刹那，萧炎便是扔出了手中的神怒火莲，所过之处便是带着狂暴毁灭的恐怖气息，令得空间不断的扭曲起来，然后对着火海中心的黄色火莲花暴冲而下。似乎那黄色火莲花也感应到了神怒火莲的毁灭气息，竟是射出了10道黄色火莲花瓣，一股极端狂暴的神火力量也彻底的爆发出来，对准神怒火莲轰击而去。惊天的巨声随着双方的力量碰撞之下，随之响彻而起，虚空上竟是开始道道炸响，将空间都是炸裂开了数道巨大的空间裂纹。紧接着可怕的热浪滚滚席卷整个空间，一股狂暴而炽热的冲击波不停的肆虐，竟是将这里的空间都被彻彻底底的笼罩而下。这等极致的高温，只要在其中的任何东西，怕是都无一生还。而萧炎也是如此，此刻他的身躯上那由地炎和幻虚神火所凝聚而出的火之铠甲，都已经被彻底的冲刷殆尽，没有的火之铠甲的护体，萧炎的身躯上顿时传来一道道被高温焚烧的滚烫之声。该死，真是没想到这三昧神火竟是如此厉害。萧炎心底里一声暗骂，他也没有想到，就连神怒火莲都无法将其压制三昧神火的力量。随着神怒火莲那股毁灭能量的消失，而那10道花瓣也是回到了黄色火莲花之中，然后一股让的萧炎都差点陨落的炙热气息瞬间席卷在这片天地之间。焚诀随着三昧神火不断的释放出极其可怕的火属性能量后，很明显萧炎也无法抵御住如此炙热的火焰气息。对于三昧神火，萧炎还是小看了它。要知道9道神火皆是万火之神，而在这9道神火之中，三昧又是排名第6的神火，虽然还不是很靠前，但是在9道神火之中，三昧也算是非常恐怖的存在了。所以在地炎和幻虚都无法抵御三昧神火能量的冲击时，萧炎也只好再施展出焚诀功法的力量。瞬间一股奇特的力量开始在萧炎的体内不断的扩散而开，然后从每一个毛孔中溢了出来，直接抵御住了刚刚那股极其炙热的火焰能量。而呈现金色的焚诀之力也不断的在其周身疯狂的游走，只要有三昧神火的能量靠近萧炎，皆是被成功的抵御而下。这就是变态的焚诀，就算强如三昧神火都无法压制住焚诀的力量。有了焚诀之力的加入，萧炎才暂时抵御住了不受三昧神火那等高温的焚烧影响。然而就在萧炎成功抵御住三昧神火的力量时，一道大笑声出现，并且声音中有些沧桑，有些久远，似乎已经存在于大宙中很久很久，然后从虚空上传荡而开。一个小小人类成神的小子，还想收服老夫，怕是不知天高地厚。什么人？萧炎的身躯警惕性的往后面一闪，然后目光不断的扫视着四周，同时将神境灵魂也施展到了极致，然后隐隐的探查到在这片空间的上空有一道人影若隐若现。人类小子的灵魂竟然也突破到了神境，还真是令老夫有些微微吃惊啊。话音刚刚落下，一道耀眼的黄色之光竟是从虚空上暴冲而下，直接轰击在了下方的大地之上。在这道黄色之光轰击在大地上时，又是反射出了无数道耀眼的刺眼光芒，也就是这一道无比刺眼的光芒，瞬间令得萧炎的眼睛暂时的失去了视线，无法看清楚周围的一切事物，仿佛就是失明了一般。这一局面也直接让得萧炎有些心慌起来。难道说自己的眼睛就这么被刚刚那股刺眼的黄色光芒给伤到了不成？就在萧炎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视线又慢慢的恢复了过来，原本刚刚还失明的眼睛又可以看清楚了四周的一切。只是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会有如此诡异的一幕？紧接着，那从天而降的黄色光芒之内开始有着无数颗星辰，然后这些星辰渐渐的融合在了一起，并且还有着一层黄色的星团笼罩在了其上。此等画面极为的壮观与诡异，远远望去犹如是一个巨大的黄色云雾的星团一样，给人一种朦胧感。那黄色的朦胧星团开始以诡异的姿态旋转起来，在旋转间，巨大的黄色星团最中心位置竟是有着一股非常可怕以及神圣的神火本源，急速的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萧炎看着那道朦胧的星团，神色微微一凝，无比的震撼。因为在那黄色朦胧的星团中心位置，那里的火属性本源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如今他体内的地炎和无限接近幻虚神火了，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强，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约莫过了片刻后，那黄色朦胧的星团漩涡也是达到了临界点，其中的火属性本源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等高度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幻虚神火的本源。然后那漩涡也开始渐渐的缩小，直至彻底的消失不见。不过在四周依旧有着朦胧的黄色云雾弥漫在这片空间。此刻萧炎也在这些黄色云雾中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这种恐怖不仅是内心，而是就连灵魂都感到一股恐惧。要不是萧炎的灵魂突破至神境，怕是早已经被这股恐怖的气息给吞噬。紧接着整个空间突然的一颤，在黄色云雾中再次发出一道极度耀眼的光芒。随着耀眼的光芒散发出来后，萧炎的眼神也是变得越来越凝重起来，因为在这耀眼的光芒消散后，竟然出现了一位盘腿而坐的古朴黄发老人。黄发老人的双目紧闭，双手放于盘腿的膝盖之上，并且在黄发老人的身上根本没有察觉到任何的气息，仿佛就是与普通老人别无二致。但是萧炎却知道，能够在这空间中出现的老人，就算是普通，他也是不普通了。也可以换一句话说，这位黄发老人不仅不是一位普通老人，或许他根本不是人，而是神火，也就是排名第6的三昧神火。
终于是现身了吗？萧炎一刻都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他已经非常的清楚，眼前这位出现的黄发老人就是三昧神火的本源无疑了。黄发老人神态自若，给人一种极其深不可测之感，就算是天位神之下的第一人萧炎，都在对方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很特别的可怕力量，那就是神火本源。随着黄发老人的出现，周围的温度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要不是萧炎有焚绝功法护体，恐怕或许早已经尸骨无存。同时，让萧炎更震惊的还是，这位黄发老人出生之时，那声音中竟是还掺杂着一股无尽可怕的火焰能量。如果对方有意的话，萧炎必定也会凶多吉少。你们这些渺小的人类，竟然敢亵渎神火！不过，既然能够抵御住我的攻势，还真是不简单啊！话音落下，黄发老人的双眼才缓缓睁开。对方的瞳孔不是黑色，而是黄色火莲花的形状，还有那干枯的嘴巴也并没有动。那么这声音究竟是从哪里发出来？不过很明显，这道声音肯定就是眼前这位黄发老人发出来的。这也瞬间让萧炎觉得眼前的黄发老人十分的诡异与神秘起来。如果换作是其他神奇，一般承受力差一点的，便是就会被这里的火属性能量侵袭，瞬间化为虚无，并且被神火本源侵蚀。那么就算你的肉体变成虚无，灵魂也会被焚烧殆尽，同时也永远的消失在这大咒中，无法轮回。这就是被神火攻击的下场。恐怖强大的神能，它可以焚烧大咒上的生灵，不再复生。你就是三昧神火的本源吧？见识到了对方的强大力量，萧炎也没有一丝惧意，毕竟他拥有可以收服神火的焚绝功法。没错，老夫就是三昧的神火本源，只不过我只是完整本源的1/3。怎么，你想收服我？黄发老人冷笑一声，见到萧炎这么无知，脸上挂满着不屑。只要他愿意，就能够让萧炎瞬间消失。闻言，萧炎也不没有任何的隐瞒，今日来这里就是为了收服这道三昧神火，以及解决万兽之源的隐患。正是，你刚刚没有发现我体内已经收服了幻虚神火的本源吗？所以你虽然排名第6，可是你如今只是分裂出来的部分神火本源而已，我依旧有办法将其收服。萧炎自信地迈出一步，然后目光之中充满着坚毅之色，显然对于三昧神火的本源势在必得。听见萧炎这般回答，那位黄发老人也没有愤怒，则是饶有兴致地对着萧炎扫荡了一下。身为9道神火之中第6名的三昧，虽然只有后部分本源，可是他也早已经发现萧炎体内的特别。我也想问一问，你只是一位人类成神而已，为何能够收服幻虚那家伙？依我所知，幻虚他虽然排名末尾，但是他的性格则是一直强硬，你能换够收服他，应该不是在实力上面征服。对于萧炎能够吸收幻虚神火，黄发老人也给出自己的一些推测。9道神火中，他们都是非常了解彼此的存在，所以以萧炎这点实力，怕是很难让人相信他是以实力收服幻虚神火的本源。萧炎见到黄发老人对自己收服神火有些疑惑，也是咧嘴一笑，看来他是没有发现自己体内的焚诀。那么既然如此，那就给这位黄发老人看一看自己为何能够收服幻虚神火的。既然你很好奇我是如何收服幻虚神火的，现在我就让你看一看焚诀现。萧炎立马便是催动了体内的奇特力量，这股力量正是可以收服天下万火焚诀之力。金色的能量开始从萧炎的每一个毛孔中不断的运转出来，然后盘旋在自己的周身。如此诡异的能量，也是让的不远处黄发老人微微吃惊。不过这也是黄发老人的意料之中，刚刚自己释放出自身的强大本源时，一般情况下任何一位神奇都会承受不住这里的炙热能量才对。然而萧炎能够做到，甚至还抵御住了自己的攻势，的确这焚诀之力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一步。有意思，你竟然还拥有焚诀，也不知道这是你自己从哪里抢的，还是从哪里获得的。不过就算你有焚诀之力，对于老夫来说也是没有多大的作用。如果让你去收服其他火焰，或许可以依靠着焚诀之力提升收服的几率，但是对于神火而言，焚诀之力却是没有多大的帮助啊。所以你确定还要收服老夫的神火本源？黄发老人似笑非笑地看了看萧炎那无知的脸颊，仿佛觉得对方实在是太傻了，竟然打主意打到他这里来了。虽然如今的神火本源只是完整三昧神火的1/3力量，但是在这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又吸收了兽心本源，如今的三昧神火怕是也变得更加的强大了。萧炎则是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并没有回答，仿佛对于自己拿下眼前的这位黄发老人有着自信满满的姿态。而那黄发老人见到萧炎那诡异的一笑时，心中竟是有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危险。这眼前的小子只是一位人类成神而已，虽然收服了幻虚神火，但是想要收服三昧神火的本源，怕是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这么想着的时候，黄发老人依旧是一脸不屑地望着萧炎，然后袖袍一挥，准备给萧炎一个机会，带着一丝兴致道：人类小子，不知道你是如何收服幻虚的，那么我现在也给你一个机会，让我看看你的焚诀之力如何收服老夫。只要你能够躲过我一招，那么老夫就将神火本源交给你，如何？见到黄发老人这么一说，让得萧炎有些受宠若惊起来。本来已经准备与黄发老人拼死一战，没想到对方却是直接给出了自己这么好的机会，心里也是带着一丝半信半疑。毕竟对方可是三昧神火，拥有比人类还要高超的灵智，肯定有着什么圈套。或许是看出了萧炎心中所想，黄发老人再度开口道：人类小子，放心吧，我乃神火，
所说的话都是一言九鼎，没有一滴的水分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只要你能够接住我的一招，那么我也臣服于你。看着对方也不是在说谎，萧炎也姑且信他一回。虽然对方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6的三昧神火，可是现在这里的神火本源也就完整的1/3而已，所以如果是一招的话，自己应该能够利用焚诀之力抵挡1、2。好，既然如此，那么还请你出招吧。萧炎也是在这一刻心意已决，只要对方出招，自己就有能力化解。如果是完整的三昧神火本源，或许萧炎没有一点反击的机会，但是现在一切都无法定论。